美国国会又给中国送来了一份大礼。这次不是普通的贸易制裁，而是一个足以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的重磅炸弹——恢复贸易公平法案。这个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法案，目标直指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。先别急着论证这个法案的影响，让我们先看看它具体要干什么。法案规定，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征收至少35%的关税，战略物资更是要征收100%的关税。而且这个关税不是一下子就翻这么高，是分5年慢慢加上去的。第1年10%，第2年25%，第4年50%，第5年才到100%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次提出法案的不是共和党独自唱戏，而是两党同台演出。共和党的穆勒纳尔和民主党的苏奥奇一起站出来说，中国这20多年的优惠待遇该结束了。穆勒纳尔直截了当地说，美国这20年对中国的赌注完全打了水漂。美国一厢情愿地期待中国会走向自由化、公平贸易，结果呢？换来的是制造业空心化、知识产权被偷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个法案得到了各方力挺。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去年底的报告就提到，中国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，就是一个劲儿地搞制造业扩张，还要把过剩产能往别国推。参议院那边，共和党的汤姆、科顿和吉姆·班克斯也提出了类似版本，还获得了不少经济组织的支持。这个时机选的也是够狠的。就在中国经济正处在困境的时候，美国这一拳打得特别准。我们来看看中国现在什么情况，建筑类央企的负债触目惊心，光中国建筑就背着21330亿的债，中国交通建设13484亿，中国铁路工程12904亿，这还只是排在前面的几家。整个建筑行业9大央企负债加起来超过了10万亿。更糟糕的是，近期公布的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据万德数据统计，截至1月20日，沪深两市已经有985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4年业绩预告。结果如何？191家预减，313家续亏，213家首亏，15家略减。算下来，整体业绩预喜率连25%都不到。这跟官方宣称的 GDP 增长5%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连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新能源产业也没能幸免。光伏企业普遍出现上市以来最大规模亏损，就连号称有核心竞争力的稀土企业也预计亏损3.5735亿元。煤炭行业更惨，山西华阳集团的净利润同比暴跌50%。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国国会提出这个法案，简直就是落井下石。但仔细想想，这又何尝不是中国这些年过度依赖出口、产能严重过剩的必然结果？美国这次是真下了决心要去中国化，而且看来是要来真的了。这个博弈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只不过这次中国似乎真的要迎来那个他一直在说的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了。只是这个变局恐怕不是他想要的那种。特朗普最近的一系列表态和行动，表明他对中国的贸易战略已经从构想变成了具体计划。1月21日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明确表示，最早将从2月1日开始对中国制造的进口商品加征10%关税。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绝非偶然。更重要的是，特朗普已经开始为全面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铺路。他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署对2020年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全面评估。这个协议本来要求中国在2年内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。现在特朗普要求重新审视这个失败的协议，
这就给了美国一个完美的理由来调整中国的贸易地位。特朗普的这套组合拳还不止于此，他同时要求商务部和 USTR 联手调查中美贸易逆差带来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。这个调查将为未来可能出台的全球性额外关税政策提供依据。简单来说，特朗普这是在为全面经济脱钩做准备。这个政策已经开始产生实际效果了。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已经在考虑将部分生产线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，就连他们在中国的产能也在评估要不要转移。这种产业链的重组对中国的打击会非常严重。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现在的困境。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低迷外，中国的能源行业也开始显现严重的危机。2024年，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1.9%， 达到55342万吨，规模以上原油加工量也下降了 1.6%， 只有70843万吨。要知道，除了疫情年份，这还是20多年来的首次下降。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石化企业的开工率。根据伍德·麦肯兹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炼油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 75.5%， 而美国的炼油企业产能利用率普遍在 90% 以上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，但需求却在持续萎缩。看看三桶油的业绩就知道有多惨了。中石化2024年3季度营收7904.10亿元，同比下降 9.8%， 净利润更是暴跌 52.1%， 只有85.44亿元。中石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，营收同比下降 12.4%， 净利润同比减少 5.3%。中海油虽然净利润有所增长，但增速已经从第一季度的 23.7% 降到了 9%。这种颓势从哪里来？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打击了传统燃油车市场，另一个原因则是建筑业的持续低迷影响了柴油需求。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支柱产业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特朗普还宣布了一个价值5000亿美元的重大项目。这个被称为星际之门的项目将由 OpenAI、甲骨文和软银联手打造，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建设数据中心和发电设施。这个项目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，美国正在为下一个科技革命做准备，而且不打算让中国参与进来。从这些迹象来看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击已经从单纯的关税战升级为全方位的经济遏制。这不仅仅是要削弱中国的出口优势，更是要切断中国参与全球高科技产业链的机会。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阵痛期的时候，这无疑是雪上加霜。看来2025年对中国来说真的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，不仅要面对内部经济转型的阵痛，还要应对来自美国的全方位压制。这场经济战恐怕才刚刚开始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外部压力，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可能才是最大的隐患。这种失衡集中体现在几个关键领域：房地产、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。让我们先看看房地产行业的现状。在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约30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，绝大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。格力地产、华夏幸福、首开股份等知名房企不是净利润亏损扩大，就是由盈转亏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影响已经蔓延到了上下游产业。与房地产高度关联的建材装饰行业也普遍陷入亏损。这种连锁反应正在形成一个危险的下行螺旋。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样令人担忧。以石化行业为例，2024年中国的炼油产能利用率仅为 75.5%， 而美国的同类企业
普遍维持在90%以上。这种产能利用率的巨大差距，直接导致了效益的大幅下滑。回顾新能源行业，光伏企业的大面积亏损，就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。这些过剩产能就像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美国这次的贸易制裁选择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时间点，就在中国经济最需要通过出口来缓解内部压力的时候，美国的关税政策将直接切断这条重要的经济命脉。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，对中国的打击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期。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推算，假设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完全实施，中国对美出口将面临35%到100%不等的关税壁垒。即使保守估计，这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额减少30%以上。考虑到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，这种冲击对中国的就业市场和产业链将造成严重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影响是长期的、结构性的。美国这次的政策不是简单的贸易制裁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去中国化战略。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，已经有韩国的三星、LG 等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出去。这种产业链的重构一旦开始，就很难逆转。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，中国政府的政策空间正在迅速收缩。一方面，庞大的地方债务限制了政府的财政刺激能力；另一方面，产能过剩又使得传统的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难解的困局，没有新的增长点，但传统的刺激手段却已经难以奏效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中国政府需要进行深刻的战略调整。但问题是，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需要时间，而美国的压力却是迫在眉睫的。这就像一场赛跑，中国需要在承受巨大外部压力的同时，完成内部的结构性调整。这种双重挑战的难度，恐怕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这种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阵痛。大量企业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倒闭，失业率可能会上升，社会矛盾可能会加剧。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高速增长，而是如何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美国的这次制裁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恐怕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来得更快、更猛烈。